给大家拍一期巡航车，闪600也是最新的他们家旗舰车型吧，闪系列的旗舰车型，4缸，啊，车重219公斤，数据是不是感觉挺重的？不过先不急着说它灌铅啊，实际体感还好了，待会骑上来跟你们说一下。反正219公斤，你看一只手是这样可以摆正的啊，还行。外观颜值大家觉得如何？这个头灯就很哈雷了啊！这 QJ 把哈雷收下来以后，这个外观还是可以的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到闪600的这个排气是双边双出啊，4个排气筒。整个从后面看过去的话，还算比较饱满的一个车身造型。然后这个是单座版的。OK， 闪600的这个钥匙孔在前面啊，这个闪系列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屏幕。新的这个屏幕的配色的话，其实个人感觉，不在我审美里面，感觉颜色有点多了，还是比较倾向于那种简简单单的配色。OK， 那么它的座高是720，比较低。本人身高是穿鞋1.77米，双脚掌着地非常轻松，腿部也弯曲。其实就跟我刚刚浮起来那一下啊，就是219公斤，它实际给到的体感是不会比赛6重的。就发现每次一旦说到一个车的这个体重的话，都会想到那个赛600啊。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款车的声浪。开关键在这儿，它这套手把按键看过去挺好看的了啊，挺有质感的。哦，它有转速保护，空档的时候不过6000转，挂个档看一下。声浪你们感觉如何？这个震动的话，其实原地没有明显震动啊，手把会有非常非常轻微的一丝震动啊，不过可以忽略不计。你别说，它这个震动抑制的还可以，不会让你体感上面感觉到不舒服。好吧，我们那个先松离合不给油，我们骑起来感受一下这款车吧。怠速1档怠速在8或者9这个样子，轻微的有一点往前一顿一顿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我们给油。OK， 它这个给油的一瞬间的那个瞬时的这个动力是蛮强的，不是那种特别线性的，会是一种不是那种特别线性啊，就是那种轻给油，然后车慢慢往前走，不是，你看，它是有个猛的一个动力往前的。这个巡航车的动力是够的。OK， 我们骑出来转一圈，聊一聊这个车。首先还是骑行姿势，骑行姿势脚踏居前比较传统的这个巡航车的这么一个造型。它这个声浪挺大的。哟，你别说，你真别说，它这个断油的声音挺好听的，断油的声音挺好听的，真的。我不知道这个收音如何，我刚刚自己听的话，感觉还可以。来看一下它1档的极速如何。
4档纯怠速，有一点点顿，3档，哦，也有一点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兄弟们，就是 QJ 现在做的车啊，包括这次新款的赛800，哦，甚至到这款闪600，作为一个巡航车，那是一只羊，2只羊。OK， 那个他们的动力，前段动力低扭，就是前段的那个爆发点特别早，给油就有，就是很快的那一下，然后反而是转速拉到6、7、8千以后，动力来的就慢了一些了。那钱江现在造车一个理念就是比较偏向于前段暴力，让你刚拿到这款车的时候，会让你觉得这款车动力特别的暴躁。巡航目前60的速度，用3档来巡航的话，稍微车身还是能感觉到一丝震动感的。从油箱这个位置啊，我现在我的这个双腿，只是膝盖这个位置正好跟这个油箱齐平，放在这儿。哦，这款车可能会不自觉的想把它骑快。我靠，这是巡航车该有的声浪吗？我虽然我巡航车骑的不多，但我印象里面巡航车不应该是这种声浪呀。但目前好像现在国产的这些巡航车都这种感觉。看一下过这个避震啊，难不难受？目前这款新车它避震给到的感觉回馈感还是有的，那种滤震效果不是特别的强。OK， 那个主观视角大家看感觉如何？首先我第一视角看过去的话，我觉得那个车头、那个车灯那个位置挺大的啊，对吧？还行吧，但这个仪表的颜色的确不是我喜欢的颜色。我来看一下它这个能不能改这个仪表模式啊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时钟背光设置 ，OK， 它是颜色自动，1、2、3、4、5，自动 ，OK。骑行模式。普通跟运动是吧？我们来试一下运动模式啊。运动模式，可能就更快了。界面切换自动，还有什么？哦，这个是夜间的模式，你们看一下。这个就白天的模式。好，现在的运动档我们再试一下。它这个断油的声音我喜欢。看一下这个颠簸的路段，感觉一下，还行啊，还好。它这个避震的滤震效果要比那个好，比那个 CLC 的好 ，CLC 的太正了。我来这边掉个头，从另外一边走一下。这种车在我眼里面，它都不是那种传统巡航的感觉，都是那种偏运动类的。OK， 我们那种小路，我们来跑一跑，感受一下这个车的灵活度如何。我反正骑的时候，我目前感觉这个灵活度挺轻巧的。虽然219公斤啊，这个你要自己去试才有一个比较好的答案。听这降档补油的这一下，轰一下油，感觉就好听。你要想驾驭这款车的话，它可能给到你一定的感觉都是那种比较想把它骑快一点。然后因为声浪首先的确还蛮好听的整个震动抑制的话，在静态或者是低速状态下感觉还可以。然后转速拉起来的话，它那种轻微的震动感，不会让你身体感觉到不适。起码我目前为止感觉还行。
具体跑长途如何的话，其实这类型的车，包括我上次用 CF Moto CLC 去跑长途，感觉不是特别舒服啊，因为首先坐垫还是硬了一点点。这个坐垫坐到现在，坐垫我来最后待会还车的时候再给你们聊一下坐垫效果吧。刚开始坐的话，反正能感觉到这不是一个软的坐垫，好吧？试一下它的刹车感觉怎么样？先用后刹啊。感觉是不是 ABS 介入有点过早啊？我再试一下。它这个刹车力度是够的。然后它会一开始你猛重刹后刹的时候，那个后轮会轻微的抱死一下，然后 ABS 介入。我再来一下，你们看一下啊。后刹第一下会把那个后胎抱死，然后 ABS 介入。不过那个时候那个整个速度已经下来了。高速行驶的话，如果是单用后刹肯定是不行的。试一下前刹。OK， 这款车的这个 ABS 介入时间有点早，前刹后刹都是。哦，前刹缸 ABS 也介入了。你拿到这辆车，你回去的时候试一下自己的那个刹车。我目前这款试驾车给到的感觉就是，你重刹下，按道理来讲，可能还可以再延续一回那个感觉，但它 ABS 就已经出来了。我觉得那个 ABS 可以稍微滞后一点点。我来试一下两个一起，刹得住啊，但是这个刹车可能跟车重有关系。这个刹车的话，它会首先就是轮胎先抱死一下，然后刹车距离应该不会特别短。这款车。这个刹车我感觉不是特别有自信。你应该能感受到我说的这种质感吧？从声音里面你也能听出来，它不是很散。